好，这个影片要来教这个 EF 要怎么样跟资料库做连线。那这个课程是使用这一个 database 的方式去做这一个连线的建立。那才刚开始就要教资料库连接，会不会太进阶了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教学上，它可能为了避免太复杂，所以一开始它是用模拟资料的方式来做这一个存取资料。但我觉得在新手时期其实很容易搞混，新手会不知道你这个部分其实是在做模拟，哪些部分其实是你想教的，他可能觉得说整体部分也包含这个模拟资料，往往最后可能学到最后才发现，当初写这么一堆，原来只是为了在模拟，并不是真的要教的东西，实务上根本是不会用到这些东西。而接下来的教学课程其实会跟资料库有紧密的沟通，所以我会先教如何去连线资料库，并直接使用实际的连线方式进行这个资料的存取，让新手能够体验真实的环境运作起来是怎么样，不用学完之后还对真实的环境的一些感觉是一片模糊，又或者说你还要另外去学资料库怎么连线，那学完了之后你又要想说，这个资料库连线要怎么跟之前只是模拟资料的那时候的教学怎么搭配起来。就好比我前面有示范 link 的那一节，其实我就是用模拟资料的方式去做这个新增、删除、修改、查询。那如果我整节课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做进行，那相信新手到最后再来跟资料库实际做结合的时候，可能又要费不少苦心，想说当初这一块跟这一块到底要怎么去跟资料库实际的运作，可能又要花一点时间去做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不如一开始我们就实际的学习真实环境跟连线资料库的时候搭配起来会是什么样子。那虽然一开始就连资料库到这边会忽然出现一个小坡度，但是我觉得你就照着我的影片做下来，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那我们在这个 Netcode 这边，我们会优先的使用 EF 来进行资料库的连线操作。那使用的方式它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 database first，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教的，先在我们的 SQL Server 上面建立好我们的资料库跟相关的资料表之后，再到我们 Visual Studio 这边下一个资料库建立的指令，接着专案中就会产生相关对应你在 SQL Server 建立好资料库跟资料表的相关的类别档案。那第二种 CodeForce 的是什么呢？它就是 SQL Server 那边不需要建任何的东西，直接就在我们 VS 的 Web API 专案里面写好你即将可能会使用到的这个资料表的名称跟资料库的名称，最后再下一个指令，它就会将你在 VS 这一边写的程式码类别的内容逆向的帮你在 SQL Server 上或其他资料库建立好对应的这个资料库与表格的这个栏位。好，不过这一节课我们会先教 database first， 那下一节课才会再教这个 CodeForce。好，那如果我们想用 database first， 首先要先安装以下两个套件。那这套件要怎么安装呢？好，要安装这个套件，我们就回到这个 Studio 这边，在相依性这边按右键，然后管理这个 NuGet 的套件。接着我们在浏览这个地方打上我们要装的套件名称，接着我们就按安装。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安装最新的套用，我接受。那这个安装完之后，我们再安装第二个。一样打上名称之后安装我接受。好，那两个安装完了之后这个视窗就可以关掉。接着我们安装完这两个套件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来下指令了。那这两个套件分别是什么呢？
这个 tools 是我们下这个指令需要用到的套件。那这个 SQL Server 就是你用什么资料库就要安装哪一个资料库的套件。像我是用 SQL Server， 所以这边会安装 SQL Server。那如果你用MySQL 或者是芒果 DB 的话，这边就要安装对应的这个套件。那这两个资料库我在后面的章节也会示范要怎么去做设定。那我这边就先示范怎么连线这个 SQL Server。好，那首先的话，我们要到套件的管理主控台去下这一串指令。那我这边先复制一下，那这边可能不会出现这个套件管理的这个主控台，我们可以在这边其他视窗，然后这边的位置找到这个套件管理器主控台。那接着贴上我们的指令，那指令有几个部分我们要去做修改。第一个部分，我们这个伺服器位置我们就打上 127.0.1， 那这个跟我们上一节课连线资料库用 SSNS 连线资料库，就是用这个位置去做连线。那我们上一节课建立的这个资料库名称是这个WEB， 那账号我们也是当初也是取 WEB， 那密码就是1234566。好，那这样子打完了之后，基本上按下 Enter 就会来建立相关的资料库物件，依照你在 SQL Server 建立好的这一个资料库跟资料表。好，但是通常我不会只下这么简单的指令，因为这个可能不会是我需要的。那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建立了相关的这个跟我资料库 SQL Server 那边对应的相关的资料表的类别。那但是我这边会习惯再多加几个参数。那我们这边稍微来了解一下一些参数的内容是什么意思。那第一个我刚刚就有下的参数是这个叫做我要输出的资料夹是什么。那这边可以看到我打 models， 所以这边我会把相关档案产生在 models 的资料夹底下。那这边还有一个参数是这个参数。那如果还有一点印象的在 SSNS 那一节有一点印象的话可能会知道我有勾一个信任伺服器凭证的那个选项，就是那个勾就是这一个指令。所以通常如果没意外的话，不下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所以这个通常我们会下在指令里面资料库连线字串里面。好，那接着看，我还会下一些其他的参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其他的参数有什么用意呢？第一个，我不想要产生这个片段，那这个片段是什么呢？刚刚我没下就产生了这个片段，那其实这个片段在我们这个课程是用不到的，所以我是不需要产生这个片段，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所用的方式会是依赖注入，那依赖注入是不需要用到这个片段的，这个是一种传统用 U 型去呼叫它的时候才会需要使用这个片段来去建立实体资料库，但是我们这边是用不到的，所以我这边会下不需要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你没下这个，它这样子产生出来，它可能会把你的一些命名规则改成类似它 C# 的这个它决定的一个风格。那这时候可能你的大小写会被做改变。那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我在资料库我是大写的，你就大写，不要在这里帮我改变。所以我会下这个参数。那这个参数又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有时候会帮你加上资料表加上复数，但是我希望你就是完完全全照我资料库怎么命名你就怎么命名，不要帮我加工。所以通常我会加这几个参数。好，那最后有个参数就是这一个，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如果已经产生档案的话像我们这边已经产生一堆档案了，那不加这个参数就会出现一些错误，说这些档案已经存在了。那加这个参数的意思就是说，有档案存在，我就是强制覆盖掉所以这个参数基本上也会加，因为我们后续一定会陆续新增资料表，那这时候会去做这个
对应的档案的更新，所以我们这个指令会频繁的去下。那第二次之后下就一定要加这个 force 的这个指令参数。好，那接着我们改成我习惯用的参数，再做一次这个产生。好，那这时候我们刚刚那一些一个这个片段这边这一次就没有产生了。然后这边的话就会依照我的这个资料库风格去做命名。那这边可以看到怎么有2个档案很像这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没加这个不要改变我资料库参数的那个指令的时候，它帮我改了名字。我在资料库里面应该是 files， 但是它帮我改成 file。那我重下了之后，它为什么还在呢？因为这个档案本来就在，它并不会因为下了这个指令帮我做这个档案的清理，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指令并不会帮你清理你原有的存在的一些档案，它不会帮你清掉因为这个指令它只是把对应的东西给建立过来而已。好，那这个档案我们就删掉。建立完了这个相关的物件资料，我们接着就要来做这个一个小小的设定，就是先把我们的连线字串放到这个算是有点参数档的位置。那我们放在这里的一个好处是，这个字串我们通常是不会写死在程式里面，因为写死在程式里面，不管可能有点机密性的资料，或者是你日后要改，变成说你可能都要重新在程式里面改做 compiler， 然后才会再打包上架一次程式，很麻烦。但是你写在参数档里面，你只要改这个参数档，立即就可以运作，不需要程式重新做打包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共用的参数或者是机密的资料写在这个参数档里面。好，那写完之后，我们就要到这个有点像是设定档的位置去设定这个资料库的依赖注入。那至于依赖注入 DI 注入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以后会讲，这边我们就先照做，然后知道说这样的动作是一个依赖注入的动作就好。好，这边我们就找一个好位置，然后把这一串程式码给贴上去。那比较值得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一个 appset 这个档案里面去抓这个 web data 里面的字串，就是这里它会把这一段抓过来放到这里所以这一段的就等于这一大段所以其实你写这样也可以，但是我们不会写死在程式里面，我们会用抓的把它抓过来。这样子我们这边存档之后就可以了。好，那比较容易特别需要注意的，也是我之前刚学的时候很容易踩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今天可能改一改一面打程式，然后忽然想说我要加一个栏位，然后但是这时候程式改到一半，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比如说我这边先随便少一个分号，让程式出现错误。那在错误的情况下，你去下这个指令，就会发现 build 失败那时候真的是一头雾水，想说到底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不行，真的是找不到。那后来才发现，这个指令必须要在你程式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去下指令。才会成功所以这部分要注意一下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实际的去捞出我们在资料库的资料，这样才知道我们到底刚刚设定的那一堆东西到底能不能真的到资料库去取资料。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先建立一个新的项目，那其实之前就示范过了，我们就会建立一个这个范本。那这边我们要读这个 news 的资料，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news 的 controller。好，那这边我们会先在全域这边宣告一个 read only， 然后是我们这个资料库物件的名称的类别，然后后面是它的变数。那这边我们习惯底线加小写。那这边建立完之后，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这个动作，叫做取得依赖注入的物件。那要怎么做呢？
好，这边智慧提示就直接帮我写好了。这样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子就是说，当你在这边有去做设定某种物件去做依赖的注入的时候，那我们要取得这个注入的物件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建构子这边会得到一个你注入的那一个类别物件这个东西，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给到我们宣告的全域变数，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使用的这个资料库的物件然后去连线就可以拿到我们要的资料。那如果你有写过以前传统的这个 framework 时代去连线资料库的人，可能会知道有一种写法就是这样子写，然后它可以去宣告出一个资料库的物件。那在里面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做这个资料库的取文件的使用但是这个东西要自己管理好生命周期，那可能有些新手连 U 型都不会用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新手或者是甚至老手一不注意就会踩坑，然后让系统整个爆炸，就是什么连线耗尽等等、资源耗尽等等之类的爆炸都很容易出现。那但是现在这种做法叫做一个依赖注入，它是由我们内扣的程式就会帮你管理好生命周期，所以你就尽管去用它、去使用它，不用担心会踩到什么坑。所以说，我觉得既然都已经来到内扣时代了，就改用依赖注入的写法吧。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内扣专案，他们还是放不下以前的写法，可能不想学新的东西，但是不想学新的东西，为什么会用内扣？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没有很难这个依赖注入的写法没有很难，所以不要再用这样的写法了。那我们最后再简单的在 get 这边去取一下我们上一节所建立的 news 资料表的资料，要怎么取呢？这边很简单，就是这个资料库物件里面会有一个 news 就这样子那这边的话，我们类型当然是我们会回传这个 news， 改一下类型程式就没有错误了。那我们就按 play 看看能不能取到我们上一节课的3笔资料，按 play 启动不侦错。好，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所建立的3笔资料。正确的被捞出来了，所以代表我们这一次的资料库设定是成功的。好，那今天就简单的去介绍说，在我们这个 netcode 这边怎么样去设定 EF-Code 的这个资料库连线的相关设定跟做法，到最后怎么去把资料给取出来的一个方式。好，那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